晨，こんにちは，KKです。Hello everybody， I'm KK， 歡迎收睇今次嘅節目。今次嘅目的地係位於日本本州西部鳥取縣景港市嘅水木茂紀念館。喺米子市出發呢，大約30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到㗎啦。如果你係漫畫鬼太郎嘅 fans 嘅話呢，相信呢個紀念館同埋附近嘅鬼太郎村呢，肯定你去幾多次都唔會覺得厭嘅。首先，我哋介紹一下水木茂紀念館嘅資料。全年無休，佢開放嘅時間係早上9點半至到下午嘅6點鐘。但係喺休館嘅之前30分鐘呢，即係5點半呢就會截止入場㗎啦。如果大家好似我咁揸車去嘅話，可以喺車裏邊嘅 GPS 輸入電話0859422171就可以揾到㗎啦。雖然紀念館係冇停車場啦，但係附近呢有好多露天嘅停車場呢，泊車都係好方便嘅。嚟到正門，成人同埋小童嘅票價分別係700同埋300日元，而今年呢，正好係水木茂先生誕生100週年嘅喎。水木茂其實佢嘅本名呢叫做武良茂，係著名漫畫《鬼太郎》嘅作者，亦都正因為咁呢，佢有另外一個綽號呢叫做妖怪博士㗎。佢年輕嘅時候曾經參與2戰嘅太平洋戰爭，當時受到敵機空襲呢，就炸傷咗左邊嘅手臂。據說呢，軍醫希望幫佢輸血搶救嘅時候呢，水木竟然忘記咗自己係乜嘢血型啊，所以導致呢，就只能夠用止血嘅方法去救佢啦，搞到呢最後惡化呢，就已經要切除咗左邊手臂啦。之後打完仗返到日本，終於喺1951年開始佢嘅漫畫生涯。亦都由於佢嘅經歷呢，除咗妖怪題材之外呢，佢亦都會畫一啲關於戰爭啊、科幻背景嘅作品嘅喎。不得不提呢，水木先生其實非常之中意探險旅行㗎，亦都中意參與啦，同埋感受唔同國家嘅奇異文化儀式。佢嘅興趣呢係收集其他國家嘅風土文物同埋物品，所以好多次去到世界唔同嘅地方呢，為漫畫取材攞靈感㗎。當中包括中國、墨西哥、英國、美國、台灣、澳洲、不丹、新幾內亞等等。紀念館裏面亦都有佢嘅珍藏嘅。介紹完作者之後呢，我哋睇睇佢最受歡迎嘅一套漫畫啦。佢嘅作品裏邊呢，鬼太郎係最受歡迎嘅一部嚟嘅喎，講述呢幽靈族最後幸存者鬼太郎同佢爸爸以及朋友，利用妖術呢去對抗其他邪惡嘅妖怪嘅。鬼太郎嘅爸爸，香港譯做鬼眼爸爸，究竟係邊一個呢？就係呢一隻用熱茶嚟浸溫泉嘅眼仔啦。我個人覺得佢好得意啦。鬼太郎除咗周邊嘅商品之外，亦都先後被製作成動漫、電影，亦都喺任天堂、超任、PS 等等呢出現過㗎。而當中鬼太郎嘅髮型、環間背心同埋木屐嘅造型呢，更加係深入民心啦。返到現場，已經喺廣場呢見到佢哋兩父子啦，而旁邊呢，就係紀念館嘅入口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門外邊呢，沙婆婆向我哋揮手啦。嗱，佢係真人嚟㗎嚇，但係得2度要企門口。我而家呢什麼？買咗門票之後呢，我哋先參觀一下位於入口旁邊嘅紀念品店先。跟住我哋正式開始參觀紀念館啦。首先介紹初代墓場鬼太郎，當時故事內容係靈異、鬼怪奇聞咁嘅路向。而鬼太郎呢係設定為一個會令人感到不安同埋不幸嘅人嚟嘅，同佢後期以正義身份打妖怪嘅風格呢有好大分別。而水木先生另外嘅著作呢，就包括《惡魔君》同埋《河童三平》，亦都有另外一啲關於科幻題材嘅作品。另外亦都有用軍事作為主軸嘅漫畫。喺另一邊，我哋見到貓女、星君鼠、惡魔君同埋一啲其他作品出場嘅角色。
跟住我哋睇睇經常想發達嘅星君鼠啊，佢嘅攻擊技能就係奇臭無比嘅口氣同埋放屁，臭到咩程度？臭到可以令到敵人暈低啊！屋企人包括太太、媽咪同埋妹妹，雖然佢又唔係好注重衛生，但係呢就頭腦聰明喎。咁人哋至少係大學生啊嘛，而興趣呢就係值錢嘅嘢同埋一啲奇異嘅現象啦。喺故事裏邊，星君鼠經常出現喺鬼太郎父子身邊，但係亦都曾經背叛過佢哋。但係就算係咁啊，水木先生都曾經表示，其實星君鼠先至係佢喺鬼太郎裏邊最中意嘅角色嚟嘅。跟住落嚟，我哋睇睇娃娃爺爺同埋沙婆婆。爺爺個外表係雖然老啊，但係把聲好似 BB 咁嘅。第一次喺電視聽到嗰時，覺得好得意嘅。佢同鬼眼爸爸係好朋友，戰鬥嘅時候會攬住對手變到石頭一樣咁重嘅。而沙婆婆呢個角色係十分之痛錫鬼太郎嘅，我就好中意睇佢哋相處嘅情節啦。跟住落嚟，左邊係 Nurikabe， 右邊係 Idan-Momen。暴先鋒戰鬥嘅時候會纏住敵人，佢亦都曾經試過復活，變成碎片都可以用水黐翻埋一齊嘅。佢亦都係絕少數識得飛嘅角色，所以經常會載住鬼太郎同埋其他朋友飛去好遠嘅目的地嘅。跟住落嚟就係我最中意嘅角色石將軍 Nurikabe。一塊平面嘅牆配上一對眼仔呢，造型真係十分可愛噶。當面對住力量型嘅妖怪嘅時候呢，佢就會出場幫手，利用巨大嘅身軀成份砸落去粉碎對手，睇到都覺得勁啊！佢係一個沉默嘅角色，俾人一種實幹嘅感覺，配上一對腳仔可以周圍行。但係雖然佢係一埲牆，邊個諗到佢竟然識噴水救火呢？跟住落嚟，我哋簡單重溫一下鬼太郎唔同嘅能力。鬼太郎由1960年至1997年連載，造型上邊亦都有少少改變。呢度介紹由鬼眼爸爸賣血，然後水木接手調查人類輸血之後嘅變異事件，到鬼太郎出世並且受水木所照顧嘅一段劇情。關於鬼眼爸爸嘅介紹，幾乎就係漫畫第一集嘅重溫。佢嘅最強之處莫過於俾敵人吞咗落肚之後，都能夠反過嚟破壞對方身體裏邊嘅器官，甚至對腦神經進行直接嘅操控。而佢一直都係用呢個只有99毫米嘅身軀進行活動同埋戰鬥。喺第一集嘅時候，佢喺腐爛嘅身體裏邊，將意念寄存喺眼珠之後離開咗身軀，之後長出手手腳腳，咁就照顧啱啱出世嘅鬼太郎啦。跟住落嚟，我哋睇下水木先生嘅旅行經歷。佢後生嘅時候打仗，所以佢其實喺中老年嘅時期先開始世界旅行。但係地球上嘅7大洲啊，都已經遍佈佢嘅足跡啦。所以只要有心呢，冇嘢係冇可能嘅。佢曾經嚟過香港8次，喺亞洲地區係最多嘅。唔知咩原因佢咁中意嚟香港呢？值得留意嘅係佢曾經去過巴布亞新幾內亞15次咁多嘅，已經幾乎去過晒歐洲所有嘅地方啦。而非洲嘅8個國家裏邊呢，只有馬里呢，佢係去過2次嘅。就連比較貧窮嘅津巴布韋都榜上有名。北美方面呢，美國佢去過14次，而南美就有大智慧夢想巴西，以及啱啱攞到世界盃冠軍嘅阿根廷。剛才睇住幅世界地圖呢，真係有啲瞬間看地球嘅感覺。由於水木先生對於異國風情同埋奇特文化有濃厚嘅興趣，所以館裏邊呢都展出咗好多佢喺唔同地方買嘅戰利品。同上一條片嘅青山剛昌故鄉紀念館一樣，館裏邊呢亦都重現咗作者嘅工作室嘅。跟住落嚟，我哋睇下一啲實景模型。
由於鬼太郎連載咗一段相當之長嘅時間，當中出現過嘅妖怪數量其實十分之多嘅。呢度將大部分妖怪做成實物模型，並且配合剪版描述，就好似身處喺妖怪村，而且重溫成個故事一樣啦。呢度展示咗全國43個縣嘅鬼怪分佈，每個縣都有屬於自己嘅都市傳說，而當中比較上有名嘅呢，就係有話男人嘅 Yuki Onna， 由一條蛇所變成嘅 Numagosen， 匿埋喺水攻擊小朋友嘅 Denaga Baba， 擅長暗算其他人嘅 Umano Hashi。最後喺離開紀念館之前，可以睇睇日本周邊國家嘅鬼怪，當中收錄咗包括中國、俄羅斯、南韓甚至北韓嘅妖怪傳說。出門見到呢一張全家福，感覺實在好溫馨啦。同場加映，紀念館裏邊真係連廁所都貼滿晒鬼太郎㗎。一場嚟到啊，梗係要去附近嘅妖怪樂園打個轉啦。離遠已經見到布先鋒同埋鬼太郎啦，但係就見唔到石將軍。點解連人影都冇嘅？翻轉頭望下先。本日の営業は終了しました。殘念ですね。現場除咗我之外呢，的確係冇其他嘅人類喎。但係平常呢，其實有唔少嘅遊客喺度食嘢啦、買紀念品啦，亦都會喺旁邊呢玩攤位遊戲嘅喎。既然呢度冇嘢玩，我哋去附近嘅水木大道行一行先。由紀念館沿住大道去到港景車站，沿途都有鬼太郎主題嘅餐廳同埋紀念品店。行到去港景車站呢，其實都只需要10分鐘嘅啫，所以如果唔揸車嘅朋友呢，坐火車都係好方便㗎。我哋一齊去睇睇沿途嘅景物啦 ，Let's go！ 病気も何にもないゲゲゲゲゲのゲみんなで歌おうゲゲゲのゲみんなで歌おうゲゲゲのゲみんなで歌おうゲゲゲのゲ。請問大家覺得而家自己係生存緊啦，抑或係生活緊？為生存而奔波，抑或係為生活而奮鬥呢？城市人為咗揾食，每日辛苦咁起身趕返公司，忙到連去廁所都冇時間，食晏都係用15分鐘，倒晒落口之後，又要返到去睇住冷冰冰嘅電腦屏幕，又要 OT， 返到屋企連做運動同自己嘢都冇力，碌一陣手機咁就要瞓覺啦。因為聽日沉重嘅工作又喺度等緊你。雖然為求生存咁樣嘅工作係無可避免嘅，但係有時候都需要慢落嚟，感受一下自己嘅需要。出去旅行，呼吸一下，放空一下。雖然付出咗時間，但收穫必定更多。你會發現旅行其實就係活着最好嘅證明。以上係今次影片嘅全部內容，多謝你嘅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